朋友们，你可能到现在还不知道念头是如何悄悄进入你的大脑，并且欺骗你，伪装成你的念头、你的想法，进而控制你的行为和语言，主导你的人生命运的。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呢，几乎每时每刻都被各种各样的想法、念头所牵着走。比如在目前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，失业了该怎么办？明天又要面临一些工作上的难题，什么人际关系、别人的看法，包括简单到每天吃什么，身体能健康点，要控制饮食等等念头。这些念头你告诉自己不去想，告诉自己车到山前必有路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可是你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在脑海里出现这样那样的念头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我们要么快乐，要么痛苦。我们的心理状态仍然被这些念头所左右、所掌控，身不由己。接下来呢，我会从根本上一步一步地解构，告诉你这些念头是如何升起并进入我们的大脑意识，然后被我们误认为这是我们产生的想法，并且执着于想法的。坦白讲，你的头脑不是你，你的念头不是你，甚至你痛苦快乐的情绪，都是大脑欺骗你，给你的奖励或惩罚，它们也不是真正的你。一个念头的出现，根据不同的派别和经典呢，有很多划分，但实质是一样的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5个环节，也就是5个次第，来告诉你你的念头是如何在电光火石间的刹那成型，并出现在脑海里的。最后我会简短结合这5个环节，讲解在没有开悟之前如何真正的修行，以及从迷到悟这个过程的关键点在哪。好，念头在意识中升起呢，经历了5个次第，我们把它称作5心轮。第一个，率尔心。率尔呢是突然的意思，率尔心的意思呢，就是说外界的信息通过我们眼耳鼻舌身这5大窗口时所形成的最初感觉。境界现前时，我们的心识产生注意力和警觉性，并引发前5识活动的一个刹那心。举个例子，比如我们平时等电梯，在电梯门打开的那一刻，我们好像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在那里，这个模糊的影像就是率尔心所产生的，就是你还没有来得及分别里面是什么，就带给你的一个感觉。这是单纯拿眼识举的例子。再比如，电梯里面那个人还用手机放着歌，我们还听到了声音，那么就是2个率尔心现前，同时而起。透过前5识而起的都是限量，5根与5尘接触才能发识，前5识不能自己分别，这时其实就是一个模糊的感觉，这个就是最初对外界的一个感觉，并没有开始分别。但在瞬间之后，分别意识就会升起，也就是第6意识才会起作用。这时候就来到了第2个环节，寻求心，也就是意识对前5识所接触的外境的主动分别思考后形成的知觉。比如刚才看到电梯里的一个影子后，意识立即分别是一名美丽的女子，这个形成过程就是寻求心。起作用的是第6识意识，是潜藏在第8识阿赖耶识中的冥象种子在意识中的升起。这个冥象种子就是我们的业力，所有语言都是冥象种子，包括名词的组合顺序，都是我们种子生发的冥象，是定义、概念、标签，是用来区别的。一个刚出生的婴儿是叫不上来的。在8识的种子里面，冥象种子经过环境的牵引，就是电梯开门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一个东西，经过意识的分别确定为一名美丽的女子。同时在细微处，寻求心进一步会对接收到的这个外境呢，
从我们第八识里储存的过往的对于女子的记忆和感受，与现在遇到的这名女子进行比较。比如对这个女子的样貌美丑有一个分别比较的过程。整个寻求心的过程都是意识在分别，细微之处也分次第。明眼种子的力量进入意识，在形成一名美丽的女子的知觉之前的这个过程，全部是寻求心。为什么老子说得到的境界就是复归于婴儿呢？因为1岁前的婴儿就是率尔心，意识的物理载体是大脑。一方面，婴儿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，这意味着婴儿没有形成完整的第6识，也就是意识。婴儿的自我是一个一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。人们常常说自我意识，其实自我和意识是两个东西。自我是根识，也就是第7识末那识，而意识是第6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进入到第3个环节，决定心。由寻求心而形成确定的认识之后，如果寻求心不转移对象，就必定会在意识中顺势生出决定心。比如对寻求心生出是一名美丽女子的这个过程，有了一个比较的结果，决定心确定形成是一名美丽的女子的知觉。从率尔心到决定心的分别判断时间是非常短暂的，这时候就到了下一个阶段，染净心。染净心就是由确定的认识所起的或染或净的心念和决意。这里面的染心与净心呢，可能比较难理解。比如上面所形成的认知是一名美丽的女子，于是对这个外境生出贪爱之心；或若是上面所形成的是一名丑陋的女子，于是对这个外境生出厌恶之心。无论是贪爱还是厌恶，两者都是染心，而染心会生发出情绪。从决定心到现在，种种苦受乐受的情绪就会产生。一般而言，就是烦恼已经形成了，而净心是对美丑之事的认知了了分明，不起攀缘心。最后一个环节，等流心。等流意思呢是同类相续。如果确认是一名美丽的女子，贪生喜爱的染心；或确认是一名美丽的女子，但了了分明而不起贪爱的净心，或染或净，下一个念头都会顺着前念而起，顺者随顺，念念相续，形成像川流不息的小河一样。这就是等流心。如果接下来新的念遇到了新的外缘，产生了一个新的境遇，就又会升起一个率尔心。这时候呢，前面所形成的等流就不会同类相续。当然，我们的起心动念未必都具足这5心，有时可能只起5心中的前几个，甚至只起第1个。如果在电梯门打开的时候，我们在专心地戴着耳机听歌，意识集中作用在当下的事情上，看到电梯里的人可能就会不起分别，而继续沉浸于歌曲的内容上。这就是只起了一个率尔心，心只是模糊地知道电梯里有一个人形，并没有起寻求心，想看看是谁等等。再举一个生活中的例子，比如在你开车上班的时候，家里面有一个心事正困扰在心头，意识集中在这个心事上，不小心闯了红灯，这就属于开车溜号。闯过红灯之后，后知后觉，反应过来刚才好像闯了红灯，这个红灯此刻就只是眼识作用，而只起了率尔心，没有寻求心的意识分别出是红灯。甚至意识如果全部集中在心事上，都没有分出眼识，此刻不光对于红灯，甚至外界的一切都相当于视而不见，后知后觉都不知道闯了红灯。对于开车而言，在那一刹那是很危险的。在5心中，率尔心经常只有一念，后4心经常会多念相续，这就是60分别念头的过程次第。
率尔心是前5识的作用，后面4种心全都是第6意识的分别作用。当决定心起时，我们一般对事物已经识别清楚了。再进一步使染净心生起时，对所分别的世间善恶美丑，进一步受储藏的业力种子所影响，决定我们情绪的好坏，痛苦快乐也就发生了。决定心起的时候，烦恼也就开始产生了。我们常在别人难受的时候劝他说别往心里去，这个别往心里去其实就是指的这5个心不往下延伸。站在这个角度上看，直到寻求心还可以，因为这时候还能将意识转到别的事情上去。但如果到了决定心起的时候，或者再往后，就已经很难再改变他的心理感受了。同时，率尔心和寻求心的初期，就是我们所说的天人合一之境。即使没有开悟，我们也在几十年的人生里，通过极度的专注无限趋近或处于过这样的境界下，心流就是这样产生的，一切自然而然，时间好像消失了。只是这样的境界是一种并没有回归觉性的天人合一，是第6意识的全然专注，这也是冥想的核心，也是我们经常说的至心一处。第6意识对于修行而言，是我们唯一可以掌握的工具。而在率尔心和寻求心之间，也就是在5根和5尘相遇后，意识分别心念还未生之前这个极短的间隙，即亲见本来面目，明心见性。历史上，禅宗棒喝就是一个方法。寻求心必然要牵引业力种子而运作，业力为情欲积聚，这是有情众生烦恼的根源，但这也是有情众生可以觉醒开悟的关键。在情绪的业力还未生之前，也就是没有让意识受业力种子的力量影响，在起分别之前看见实相。坦白讲，情欲是意识分别的源头开端，所以真正的开悟者必然会在对世界的怀疑痛苦之中，也就是不断的受情绪影响中止住，然后跳出念头。当然，对我们这些凡夫来说呢，要我们一下子跳出或者止住念头并不容易做到。既然我们控制不住念念相续，所以只能把它引到生善念。这个就是当下要完成转念，就是你已经有了分别，到了决定心的阶段。这时候再往下一个阶段，也就是染净心的阶段，把它转为善念。转念相当于止损，所以对心的修行就是从这里开始。最后给大家留一个小课题，有一首诗是这样写的：若无闲事挂心头，便是人间好时节。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这个挂心头是从第几个心开始的呢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